深夜，宿管阿姨在微信群里突然发消息，有一个外卖小哥刚闯进宿舍楼，大家注意安全，一定要锁好门。群里一阵吐槽，说宿管阿姨大惊小怪，说外卖小哥敬业。紧接着宿管阿姨又补了一句，监控拍到外卖小哥手里拿着刀，刀在滴血。我手机切换到饿了么，页面显示骑手距我15米，我后悔死了，半夜怎么就猪瘾犯了，非要点麻辣烫。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你好，外卖。外卖小哥的声音平常，可我的心跳却比敲门声响得还厉害。现在是11假期，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整栋宿舍楼的人都很少，宿管阿姨方便管理，所以才拉了这个微信群，大家群昵称也都设置成了寝室。我是408，我没有回答外面的话，假装人不在，同时在微信群里求助。外卖员到我门口了，正在敲门。606，天呐，姐妹千万别开门。402，快点报警。309，人都到门口了，现在报警根本来不及。宿管阿姨，大家别慌。408，别开门，我这就过去。看到阿姨的回复，我稍微安心了一点，准备继续装宿舍没人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是外卖员打的，我忘了关静音，声音不算大，可门外的外卖小哥绝对能听到。我接通电话，装出没睡醒的慵懒声音，我在睡觉，外卖放门口就行。门外沉默了片刻，外卖小哥说道，路上来的时候汤洒了，你还是出来看一眼吧，吃不了的话给你退款。我没有半点犹豫的回答，没事，我自己有碗，不用退款，也不会给你差评的。门外的人还在坚持，麻辣烫凉了，可能会拉肚子，你还是出来看一下吧。对方越是坚持，我心里越慌。我从没见过连外卖凉了都主动退款的外卖员，我果断回应，我有锅，有微波炉，自己能加热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给差评了。听到差评，对方连忙回应，好的好的，我这就走，外卖放门口了，差评不要给。说完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由近及远。我没有立刻去拿外卖，等了大概1分钟，先是趴在门镜看了一眼，视野全黑，不应该呀。虽然走廊是声控灯，没人的时候不亮，可楼道最两端是有窗户的，不至于一丁点光线都没有。这门镜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我刚想到这，门镜的遮挡突然消失，透过门镜，阴暗的环境下出现一道人影，人影穿着外卖服，一手提着外卖，一手握着刀子。我吓得差点叫出来，因为灯没亮，看不到对方具体样貌，不过他的双眼却紧紧盯着门镜。我们宿舍防盗门的门镜很一般，从外看不到里面没错，但透过门镜能看到屋内是否有光。宿舍内的灯一直是亮着的，从外看门镜是亮的，可我趴在门镜的时候，从外面看门镜就是暗的。对方知道我在看门镜，我连忙说道，你再不走我报警了。外卖员不慌不忙，弯腰把外卖放在门口，然后身子贴在门外，低声说道，尽快取外卖，无论谁敲门都不要开。说完，外卖员踉跄着走了，对他的腿好像有问题，走起路一瘸一拐。他走了，可我的眼睛不敢离开门镜，还保持着紧绷的状态，透过门镜死死地盯着外面的黑暗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我看了眼微信群，402，我刚在门镜看到送外卖的走了，外卖可以拿了。直到这时，那我快崩断的神经才放松下来，想打字回复402，可手都是抖的，暂时放弃。开门取外卖更不可能了，不是不信402，只是为了碗麻辣烫冒险犯不上。这时微信群又传来了新的消息，413，我看到宿管阿姨上来了，不用担心了。413宿舍挨着楼道，有人上来能第一个看到。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宿管阿姨平时对我们管理很严，却特别负责可靠，有阿姨镇守，宿舍楼从没有男生进来过，就连男导员想进来都得求着阿姨。像今晚这样外卖小哥冲进来更是头一次。我连忙开门，准备和宿管阿姨说明情况。顺着楼道的方向，我看到宿管阿姨的身影不断走来。楼道黑暗，阿姨竟没有跺脚或者叫喊唤起声控灯。看到我后，阿姨突然加快速度，从正常的走路变成快走，接着又变成小跑。小跑的时候，手脚不太协调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又震了一下。我打开微信，这一次是413私聊的。413，宿管阿姨的状态不对劲儿，别给她开门，她手里拿着刀，刀上有血。我顿时血压飙升，连忙缩回宿舍，用力关上宿舍门并上锁。片刻后，砸门声响起，咚咚咚。宿管阿姨不是在敲门，是用拳头在砸门。我连忙回应，阿姨别敲了，我是林小青，外卖拿到了，我没受到伤害。小青听到我的话，门外的宿管阿姨微微停顿，不再砸门。我趁机看向门镜，见宿管阿姨一只手捂着额头，表情好像很痛苦，但很快就察觉到我在趴门镜，下意识地把右手放到身后。阿姨的动作很快，但我还是看清楚了，和413说的一样，宿管阿姨的右手拿着一把带血的刀。阿姨不再敲门，而是在门外说道，小青快开门，阿姨要亲眼看到你安全才放心。我连忙回答，阿姨我没事的，
外卖我也拿到了，外卖小哥刚往右边走了。阿姨轻拍了一下门，语气带着埋怨：你这孩子，开门就顺手的事，不然我怎么知道坏人是否劫持了你，躲进你的宿舍？你们在阿姨眼里都是孩子，你们的安全在阿姨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番话下来，我觉得那个熟悉的宿管阿姨回来了，俨然一副处处为我们着想的热心又严厉的模样。可我还是不能开门，哪怕熬过今晚，白天我找宿管阿姨道歉，现在也绝不能开。阿姨坏人没进我屋里，402可以证明，他亲眼看到外卖小哥离开的，就在走廊右手边。他腿好像有问题，阿姨您现在还能追得上？谁知阿姨根本就没有追外卖小哥的打算，继续耗在我门前。那我也要先进来问清楚情况，这是为了你们安全着想，快点给我开门，不然给你宿舍扣分。我屋子里没有坏人，我也是安全的。外卖小哥逃走的方向也给出来了，宿管阿姨为什么还执意要进我宿舍？宿管阿姨绝对有问题，我只能坚定回答。阿姨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我没义务给您开门，还扣分威胁。别说你这扣分不合理，就算扣再多分，也没有命重要。谁知这时，刚刚焦急的阿姨突然安静，透过门镜看着阿姨低着头，口中喃喃低语：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阿姨？都怪你不好，都怪你半夜非要点外卖，让坏人进了宿舍楼，你要受到惩罚。阿姨的声音由小变大，最后声音中带着狰狞，在说话的同时，突然抬起头看向门镜，她把眼睛直接顶在了门镜上。我们宿舍的门镜向外看，本身就有一种凸透镜的视觉。阿姨的这一举动吓得我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宿管阿姨又用力砸了2下门，竟开始桀桀笑了起来。犯了错还拒绝接受惩罚，你以为阿姨没办法了吗？傻孩子，我是宿管啊，整栋楼所有宿舍的钥匙我都有，等我这就下楼去取。听到阿姨的话，我神经仿佛炸开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楼上传来了敲门和叫喊声，微信群里传来新的消息，有人在我508@408。其实我刚才也点了外卖，外卖小哥在我门外了，他不走了怎么办？408，你刚才是怎么赶走他的？我不但帮不到他，自己也自身难保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宿管阿姨离开了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：那个送外卖的，别让我抓到，还有楼上的同学，半夜点外卖也要接受惩罚。微信又有了新的消息，但这一次是413拉了一个小群，群里除了我，还有402413508，分别在我宿舍的左右和上方。402和413两侧都有楼梯。413，今晚的情况不正常，外卖小哥有问题，宿管阿姨也有问题，拉个群，我们互相照应，通过门禁传递情报。我刚看宿管阿姨走了，应该是上楼了。508，宿管阿姨有问题，那我该怎么办？408，总之谁敲门你都不要开。508，你坚持住，我现在就报警。413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受到伤害。508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报假警犯法的吧？我一阵无语，这2个家伙是小学生吗？就在这时，半天没说话的402发言了。402，我刚才已经报完警了，警察10分钟就会到，现在安全最重要。我长叹口气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，冷静下来。我简单分析了一下情况，宿舍门锁着，有几个姐妹通过门禁交流外面情况，已经报警。虽然宿管阿姨有我们宿舍的钥匙，可她去追外卖小哥了，一时半会顾不上我们。就在这时，微信又震了一下，我看了眼手机，是402的私聊。402，你有没有发现413和508有问题？查叔叔终于来了。402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警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会儿会到我这了解情况。我打字期待真相，警察没有立刻上来，应该是在向宿管了解情况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宿管阿姨身上发生了什么。过了大概5分钟，楼道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停在我左侧的402门口。402打开门，我隐约能听到他们在了解情况。终于，一行人来到了我宿舍的门口。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先趴在宿舍门镜看了下外面的情况。楼道声控灯亮着，能让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站在最前方的是2名制服警察，宿管阿姨站在他们左侧，脸色不再狰狞，恢复了平日里和蔼又严肃的样子。外卖小哥站在警察右侧，还是那身外卖服，微微低着头，好像犯错误的孩子，不再让人害怕。在他们身后是2个女孩，是402和508。虽然不熟，但我还是知道他们样子的。咚咚咚，其中一个警察开始敲门，似乎是知道我的顾忌。另一个警察还拿出了警官证，对着我门禁展示。同学，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，需要和你说明一下。另外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务必开门让我们看看。虽然我还心有余悸，不过对2位警察的身份并不担心。楼下是警车，他们穿着制服，带着警官证。我打开宿舍门，402先过来拉住我的手。别担心，事情都弄清楚了，是误会，是我报的警，所以我在这儿。你和508受到了波及，所以也要出面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并确认你们的安全。我疑惑的目光看向一旁的宿管阿姨和外卖小哥，最后又把目光移向警察，大方地说出心中疑问。外卖小哥带着刀进宿舍楼，执意要进我和508的宿舍，还有宿管阿姨也带着刀，
他们刀上还都有血，麻烦告诉我原因。警察点头，知道我要问这些，耐心解释。情况我们都分别问过了。这名外卖员因为是深夜送外卖，怕危险，所以带了刀子。至于上面的血，是路上碰到了袭击他的野狗。我点了点头。这个解释虽然离谱，但警察应该核实过了，宿舍楼并没有人伤亡。我接着问，那为什么不送完外卖就离开，非要赖在我和508门口不走？这一次是外卖小哥主动解释，他始终逼着头像是犯了错误。因为路上碰到野狗，你的外卖洒了，508的外卖直接翻了。因为我们差评扣钱，我害怕你们投诉，所以……警察接着补充，我们看过他的订单记录了，是有你们2位同学的订单。我点头，这也解释得通。一旁的宿管也紧跟着解释，我也是看到半夜有人闯进宿舍楼，一时着急才情绪失控。同学们，阿姨给你们道歉。看着宿管阿姨的样子，与往日无异。我接着问重点，阿姨，你手里有刀，我能勉强理解，可刀上的血呢？宿管阿姨和蔼笑道，那把刀是我切肉用的。我当时正在楼下剁肉馅，想着你们这些同学过节没回家挺可怜的，给你们包点饺子让大家吃。警察跟着说道，我们核实过了，楼下确实有饺子馅和面皮。一时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了，都能解释得通。508这时拉住了我的手，好像我们是关系特别好的姐妹。虚惊一场，是误会就好，麻烦警察叔叔跑一趟了。警察点头，你们有防范意识是好事，尤其放假期间学校人少，更要注意安全。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似乎看到我心中的担忧，其中一个警察拿出便笺纸，在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递过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随时打我电话，会比报警电话更快，不用转接。我刚要伸手接，508比我更快地接过纸条。我没多说什么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这电话号谁拿走都一样。戏剧性的乌龙就这样结束，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宿舍，折腾了大半夜，情绪也放松了。我这才感觉到肚子饿了。外卖小哥没问题，我那碗麻辣烫肯定是可以放心吃的。我拿起外卖，照常撕掉贴在包装袋上的外卖单。就在这时，我手一顿，发现外卖单的背面有字，不难猜是刚才那个外卖小哥写的。上面的字很丑很潦草，应该写得很着急。上面写的是小心413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害怕疑惑紧张等情绪一拥而上。回忆起413是413拉的小群，413第一次主动告诉我外卖小哥离开，直到最后警察来413都没有出现过，的确有疑点在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微信又响了，是刘阿姨发来的语音通话。我点了接通，小青，你听着，有人要利用我杀你，小心402。深夜，宿管阿姨在微信群里突然发消息，有一个外卖小哥刚闯进宿舍楼，监控拍到外卖小哥手里拿着刀，刀在滴血。我收到了402的私聊，你有没有发现413和508有问题？刚放下的心又开始慌了。我连忙打字回应，是因为他们刚才不同意报警吗？402，不只是这个原因，外卖员给你送外卖的时候是从我这边经过的，我看到他手里只有1份外卖，给你送过之后他手里应该没有外卖了才对。没有外卖，那外卖员为什么还要去508？508最开始的时候也没说他点了外卖，他撒谎了。而外卖员从你那里离开的时候没经过我这边，那就是从413方向走的。413应该看到外卖员两手空空才对，所以413知道508没点外卖，又是413拉508进的群，所以他们两个认识，并且都有问题。还有508既然没有点外卖，外卖员为什么要去508？外卖员413、508，他们3个很有可能认识。顺着402的思路，我回忆起刚才的情况，外卖员一手拿着外卖，一手拿着刀子，好像真的只有1份外卖。就在这时，413拉的那个群又有了新消息，508外卖小哥被宿管阿姨吓跑了，可是宿管阿姨在我门前不走了，阿姨一个劲让我开门，我该怎么办？413一定不要开门，既然已经报警了，就等警察。我和402这一次没有说话，我们既不相信508和413，也对现在的情况没有任何办法。可紧接着508又说话了，宿管阿姨走了，她说要去楼下找钥匙，然后来找你。408，我懵了。508说宿管阿姨在她门口到宿管阿姨离开，2条信息间隔仅有30秒，她怎么做到这么快让宿管阿姨走的？更重要的是，宿管阿姨的下一个目标还是我。虽然我在4楼，但是以宿管阿姨的体力，下到1楼取钥匙再上来，最慢也就5分钟。就在这时，413私聊我发来信息：413，趁着宿管阿姨还没来，不如你来我宿舍吧。这么多宿舍，阿姨不会一间一间找的。我想到了刚刚402的分析，对413的邀请婉拒。紧接着402又私聊我，来我宿舍吧。宿管阿姨猜不到，我们2人也有个照应。对于402的邀请，我心动了。可就在这时，413又一次私聊我，姐妹要小心402。我听说宿管阿姨是402的姑姑，如果宿管阿姨有危险，那她也可能有问题。我刚准备和402说去她那，手突然停顿下来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独自冷静了大概1分钟，拒绝了402的邀请。在摸不清状况的现实下，我只能自救。我先是把防盗门反锁到最高档，随之拿出宿舍钥匙，从里面插进锁孔，这样外面即便有钥匙也拧不开门了。
插好钥匙以后，我又把桌子、箱子等重物堆在门前，从宿舍翻出一把水果刀。一切都准备好以后，我再次梳理起人物关系。外卖小哥508413可能是一伙的，402和宿管阿姨可能是一伙的。虽然我不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按照现在的阵营，宿管阿姨打不开我的门，应该就会去508。我手中拿着水果刀，只是做着最坏的打算。大概5分钟后，脚步声响起，紧接着是用力砸门的声音。宿管阿姨开口做了最后警告：林小青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自己开门接受惩罚。我的声音不卑不亢：阿姨，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，但我没有犯错，我也不会开门。门外响起一阵轻微金属碰撞的响声，是宿管拿钥匙了。宿管阿姨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钥匙串，整栋楼所有的钥匙都在这个钥匙串上。但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反而不害怕了，因为这证明了宿管不光拿了我的钥匙，其中还有508的，不会在我这死磕。接着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，疯狂转动无果的声音接连传来。我紧紧盯着宿舍门，沉着冷静和紧张的情绪在心中翻涌。外面传来了宿管阿姨的怒骂：死丫头，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，不开门也就算了，还把锁孔堵上了。我不光要惩罚你，还要让你这不遵守规矩的小崽子死，不对，是生不如死。话落就是一阵猛烈的脚踢宿舍门的声音。我冲着门外说道：阿姨，既然我的门打不开，你不如先去惩罚508，惩罚了他，再回来慢慢和我玩。我相信宿管阿姨刚才能从508那转移目标到我这，508肯定也说了什么。祸水东引，我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确定外卖小哥还没有离开。如果宿管阿姨去找508，如果508和外卖小哥是一伙的，那我这个局外人看戏就好了。果然，在宿管阿姨狠踢了一阵无果后，一声怒骂离开了。根据离开脚步的声音，是从402那边楼梯走的，去找508了。很快，另一边413的方向也传来了脚步声，应该是躲起来的外卖小哥，目的地应该也是508。我觉得真相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就在这时，宿舍楼外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，随之2个方向上楼的脚步声都停顿了，开始快速下楼。刚拉的小群又有消息进来：413，警察叔叔终于来了。508，刚才宿管阿姨好像上5楼了，吓死我了。402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警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会儿会到我这了解情况。我打字，期待真相。我把亲弟弟卖到了缅北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弟弟是个患有超雄症的天生坏种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纵容他。我妈怀了5次孕，试了各种偏方才怀上了一个男孩，但在做穿刺筛查的时候，医生却告诉她孩子多了一条染色体。我妈被吓坏了，赶紧和我爸以及我奶商量，可我奶却完全不当一回事，她毫不在意地说道：别听那些医生危言耸听的，好不容易才怀上一个男孩，这可是我的宝贝孙子。我爸也赞成说：妈说的对，这是我儿子，我以后自然会好好教他。于是我的弟弟出生了。弟弟从小脾气暴躁，但凡我有一点不顺着他就过来打我。有一次他压在我身上，竟想用手去抠我的眼珠子，好在我妈听见了，连忙将弟弟拉开。小杰为什么要去弄姐姐的眼睛？姐姐眼睛好看，我想要挖出来玩。弟弟用一脸天真的语气说道。我被吓坏了，妈妈却一点也没生气，反而像是听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的乖儿子哟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，真招人稀罕。从那之后，弟弟的行为越来越离谱，他不仅把邻居奶奶养的鸟拿来炖了，还亲自送给了他。邻居奶奶看见自己的爱鸟漂浮在锅里，一下子就被吓得心脏病发作。我们家赔了不少医药费，但却根本没有人指责弟弟。奶奶反而摸着弟弟的脑袋说道：隔壁那个老太太自己身体不好，非要讹到我们小杰头上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奶奶，你这样会宠坏小杰的。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，却不料一个玻璃杯子迎面砸到我头上，我发出一声惨叫，捂住受伤的额头，鲜血从我指缝间流下。弟弟却在那拍手叫好：谁让你说我的？他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奶奶也帮腔：小杰说的没错，你这个赔钱货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孙子？扔了好啊。之后，弟弟在奶奶和妈妈的纵容下，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。有回妈妈的朋友带着他女儿来我家做客，可不料弟弟竟偷偷地将人家的 LV 包用小刀划得稀巴烂，他更是用刀将女孩脸皮划出一道小口。要不是女孩拼命地哭喊起来，早就出大事了。自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我家，就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。可我家里人却根本没当回事，最多只是不痛不痒的口头教训了几句。弟弟并不傻，他很快明白自己在家的地位是最高的，于是他开始百般刁难起我来。就连我洗澡的时候，他也会偷偷溜进来偷看。我大声斥责他，却被他一巴掌打在脸上。一时之间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弟弟所做的一切。妈妈非但没有教育弟弟，反而笑着说道：小杰是你弟弟，他跟你闹着玩呢。奶奶竟还嬉笑着夸奖道：小杰力气真大，你姐姐已经打不过你了。弟弟15岁的时候终于出事了，只因我妈不想让他吃太多甜食，弟弟突然用铅笔刺伤了我妈的眼睛，我妈惨叫一声，我吓坏了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可弟弟一脸阴郁地抢走了我手里的电话。叫救护车干嘛？谁让他不给我吃甜食的？活该！
弟弟的眼神极为恐怖。当我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医生说眼球充血时间太长，左眼已经保不住了。爸爸知道此事后，他当场就给了弟弟几巴掌，打得弟弟哇哇大哭。奶奶哭着劝架：“你打小杰干什么？小杰才多大啊，他懂什么？都怪你媳妇不好，吃点甜食怎么了？”原本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竟然也护着弟弟。老公，别打了，小杰肯定不是故意的。我妈哭着挡在弟弟面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弟弟被打怕了，哭着道歉，可我却分明看到他的眼神像是淬了毒一般，恶狠狠地盯着爸爸。我魂不守舍地离开病房，来到走廊。走廊里几个病人家属正在聊天。你们知道吗？最近可真要看好你们家孩子，我邻居家的一个男孩被拐到缅北去了，花了50万，结果人是要回来了，是装在行李箱里头回来的，忒吓人了。另外几人听后发出了倒吸冷气的声音，可我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一个念头从我心底缓缓浮出：家里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弟弟了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坏种，我不能继续让他留在家里。缅北2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，我下定了一个决心，我要卖掉自己的亲弟弟，我要把亲弟弟卖到缅北去，因为弟弟是个患有超雄症的天生坏种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纵容他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缅北的信息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私信：妹妹想去做暑假工赚钱吗？有一个工作不仅轻松来钱还快，底薪就有1万块，不知你是否有兴趣？我立刻来了精神，是什么工作？地点在哪里？在云南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这包接送，还管吃管住，主要做的就是一些客服的工作，很简单的，你年纪不大也能学会。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。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，颤颤巍巍地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发了过去。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，那头是一个粗哑的中年男人的声音。男人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一听到我的年纪，他发出了难听的笑声：叔叔，我要去打工，但我还要带上我弟弟。他虽然只有18岁，但脑子很聪明，而且身体十分强壮。男人一听还有买1送1的好生意，对我的语气更加好了。行，明天我就开车来接你们，不过要记住，不能告诉你们家里人。你们放心，叔叔不是骗子，等过完暑假就会把你们好好的送回来。我和男人约定好了时间和地点，但心里却发起了愁，要怎么把弟弟骗过去呢？他警惕性非常的强，平日里更是不会轻易信我的话。第2天，爸爸开车送我和弟弟去医院看望妈妈，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照看好弟弟，不要再让弟弟惹事。爸爸似乎把弟弟刺伤妈妈的责任都怪在我头上了，他认为是我没有看好弟弟。我一声不吭，因为我知道就算我做再多辩驳也没有用，这就是我的原生家庭，发烂发臭到骨子里。送下我们2人后，爸爸立刻返回了自己公司。妈妈的情况已经好转了不少，可她还不适应用1只眼睛看东西，脾气变得非常的暴躁。小象，给我削个苹果。我应了一声，拿起苹果时却不小心弄掉在了地上，不料妈妈竟破口大骂起来：废物，拿苹果都拿不稳，生有什么用？妈妈似乎把一切坏情绪都发泄到了我身上，而弟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我心里愈发急躁起来，我必须要在5点前把弟弟骗到车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楼下传来了弟弟的哀嚎声。我和妈妈赶紧来到楼下，一个身材强壮的男人红着眼睛，正死死地抓着弟弟的衣领，他表情极为愤怒，一脸想将我弟生吞活剥的样子。而一个孕妇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，她身下全是鲜血。你为什么要抓着我的孩子？我妈尖叫一声，我和我老婆好端端在楼梯上，他把我老婆推了下去。男人撕心裂肺地吼道，孕妇在地上发出奄奄一息的呻吟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很快护士和医生就赶到，把孕妇送去了急诊室。弟弟昂着头无耻地说道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他站在边上，我不小心碰到一下怎么了？男人被气坏了，挥舞着拳头就朝他脸上打去，弟弟被打得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妈尖叫一声冲上去，跟男人扭打在一起。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冲弟弟说道，你赶紧跟我跑吧，再不跑等会警察就来了，那女人的出血量，我估计孩子是保不住了，你肯定会坐牢的。弟弟狐疑地盯着我，似乎不太相信我会对他那么好，可他此时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打了一辆车，带着弟弟直奔车站，又装模作样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对弟弟说道，爸爸说他这里有个熟人，刚好可以带你过去。弟弟却盯着我的眼睛，阴冷冷地说道，我不信你。我耸了耸肩膀，当着他的面，我给爸爸又打了一个电话。我确实没有说谎，爸爸确实有一个熟人在附近。我开了免提，小杰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快去你李叔叔那里躲躲。听到爸爸的声音之后，弟弟才逐渐放松了警惕。我左右张望了一下，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站在原地四处张望。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正是和我联系的那个男人，他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面包车。我压低声音对我弟说道，看清楚前面没？那就是爸爸的朋友，你过去吧，快点。妈刚刚发信息跟我说，警察已经在调监控了。弟弟这才慌张地跑过去，眼看着弟弟离男人越来越近，我也给男人打了一个电话，
叔叔，我弟已经到了，就那个穿着棕衣服长得高高的，你先送他过去吧。我妈住院了，我走不开，我就先不去了。我看着弟弟被男人带上了面包车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我慢悠悠地回到了医院，我妈已经鼻青脸肿地躺在病床上，一见到我，她立刻焦急地问道：你弟弟呢？他没事吧？我告诉妈妈，弟弟已经被爸爸的一个朋友接走避风头了。我妈这才放心下来。你弟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从小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不就是流掉了一个孩子吗？又不是不能生了。我妈越说越生气，她或许还不知道，她的宝贝儿子已经再也回不来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家炸了锅，我把亲弟弟卖到了缅北，因为弟弟是个患有超雄症的天生坏种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纵容他。当天晚上，我家炸了锅，因为爸爸的朋友并没有接到弟弟，弟弟就这样离奇失踪了。奶奶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弟呢？我眼冒金星，脸上被打的地方很快红肿起来，可我就是咬紧牙关说我不知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接到了弟弟的电话。你个骗子，你骗我，你竟敢这样对我！电话里传来了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声，可下一秒又发出凄厉的惨叫。快走！我听到了滋滋的电流声，电话戛然而止。很快我就收到了弟弟手机发来的短信，短信里是一条视频，弟弟灰头土脸，被人驱赶着往前走，可他哪受得了这种委屈，他阴狠地盯着旁边的男人。突然弟弟猛地窜起，一口咬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，他用了狠劲，男人措手不及地被扑倒在地上。顷刻间，他从男人的脖子上咬下一块皮肉，弟弟咧嘴笑了，可还没等他笑太久，电击棒就打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倒在地上被电得惨叫连连，不断抽搐了起来。短信里还有一句话，想要赎回他，交赎金500万。妈妈听到弟弟的惨叫声，连忙抢过我的手机。当她看完视频里的内容，双眼一翻，差点晕过去。奶奶踉跄了一下，屁股一下子就坐在地上，整个人瘫软无比。你弟怎么会被拐走了？你说话啊！我妈发了狠似的朝我扇耳光，我被打得嘴角流血，却依旧摇头说不知道。这时奶奶突然大吼一声：行了，现在救回小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他们三人脸色阴沉难看，一夜未睡，正在商量着如何救回弟弟。而这一晚我无人打扰，睡得格外安逸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发现手机里又收到了一个视频，我点开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弟弟朝着周围怒吼着，他似乎想像在家里对待我们一样，想将那些人治得老老实实。可他忘了，这里已经没有对他百依百顺的奶奶和妈妈了。一个长得5大3粗的男人一脚就踹在弟弟胸口，弟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他咳嗽了几下，哇地吐出一口血沫和牙齿，他的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。男人用力地踩在了弟弟的手上，然后碾压了几下。小兔崽子，到了这里还这么不老实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弟弟的惨叫声震耳欲聋，连外头的我爸妈都听到了。他们冲了进来，抢过我的手机，看到视频里弟弟凄惨的模样，我妈眼泪狂流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奶奶气急攻心，竟双眼一闭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但这时爸爸和妈妈都已经没空管他了，倒是我好心的将奶奶扶起，给她吃了药。爸爸拿着我的手机拨通了弟弟的电话，接通的是一位带有口音的中年男人。爸爸怒吼着：你们赶快放了我儿子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电话里传来了男人的笑声。报警是吧？那你报一个试试。接着电话挂断，不一会手机里又收到一个视频，一个男人拿着一根棒球棍狠狠地打在了弟弟的腿上，接着便是弟弟歇斯底里的惨叫。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怎么样，还想报警吗？想要赎回他，赶紧打钱。妈妈看后崩溃地对我爸说：小杰的腿断了。说完，我妈突然抄起一根木棍，对着我边打边骂：废物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没看住他，你弟弟怎么会被拐跑？他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，好在最后我爸阻止了他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他们要赶紧筹钱，可是我爸借遍了所有的亲戚，根本没人愿意帮忙救我弟，甚至有的朋友还嘲讽这是罪有应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竟然打起了我的主意。这天晚上，我本想找爸妈要回我的手机，可不料却听见我妈正在打电话：大哥，我们就这么多钱了，要不然我把我女儿卖给你，用她交换小杰怎么样？求求你了。对方也不傻，这样也可以，但必须要等你女儿到了缅北，我才能放人。要是敢耍什么花样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。电话刚挂断，奶奶恶毒地说道：你早就该这样做了。爸爸有点犹豫，可是妈妈补充道：没事，老公，你喜欢女儿还可以再生。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到底算什么。吃过晚饭，奶奶竟然给我买来了我爱吃的零食，妈妈也主动给我削苹果。突如其来的爱让我有些感动，可我却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。第二天，我在做饭的时候，偷偷在粥里放入了安眠药。他们三人喝过粥后，不一会便沉睡过去。然后我在妈妈那拿回了自己手机，给弟弟发了一个短信：女儿不卖了，我们三人准备去陪弟弟，你安排车来接我们吧，并把地址发了过去。接着我拿走了他们攒的所有积蓄，离开了这个家门。